那如果历史经验呢可以借鉴，只要是就是来年大多头的趋势保证了。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上一集我们提到，面对市场的修正波动，投资人应该以静制动，持续偏多操作。那在过了1个月之后呢，标普500指数和道琼工业指数持续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离前高呢也已经不到1%了。那如果形容美股目前的情势是牛气冲天，真的一点也不为过。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俄乌、中东和北韩紧张情势，搭配年底销售旺季，还有2025年的脚步逼近，投资人面对众多的市场变数，究竟应该怎么应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美国经济、通膨情势和 GDP 调整3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艾谢克最新的看法。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的核心数据，实质民间消费和所得。一直以来呢，这个数据都维持非常理想的扩张。最新的8月数据，实质民间消费年增率高达 2.91%， 实质可支配所得呢，在经过8月的 GDP 年度修订之后呢，年增率高达了 3.1%， 所得端和消费端呢都维持 3% 左右的增长速度，代表呢整体经济还是维持相当好的扩张动能。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过去半年呢，美国进口的增速明显的加快。虽然目前的实质零售销售增长还没有那么快，但这些进口很大的程度呢，都因应年底销售旺季的到来。所以呢，艾谢克预期今年在物价走低、消费力持稳、货币宽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期待年底销售旺季的荣景。那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短线景气即时风向的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指向了经济逼近年底，正在开始明显转强。服务业总指数强劲上扬 3.4%， 来到了 54.9， 而新订单呢是拉动指数增长的重要关键，从53大幅跃升到 59.4。那这是2022年12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跳升，显示呢服务业的订单需求出现了暴增的情况。那2022年12月呢是成长期第一阶段的初始期，中间第2阶段呢是稳定的扩张期，目前呢则是进入了第3阶段的加速期。加速、稳定、加速，正是景气成长期的典型现象，也是成长期大牛市的根基。除了服务业以外，其实制造业的数据也不差。那虽然总指数呢还是维持在荣枯值以下的 46.1， 不过未完成订单缓步向上的趋势已经开始明确。那如果进一步搭配前段的美国进口大增，还有台美两地的供应商交货指数来看，制造业呢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周期。美国未来半年到1年有机会呢在宽松货币的环境下，走出一段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都走强的景气扩张周期。接着呢，我们来看通膨的情势。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断提醒大家，市场过度担忧通膨，忽视通膨潜在的风险，其实是走得过低，而不是太高。那这些提醒呢，在几个月前看起来是很突兀，但是呢，从最近的数据来看，相信大家都越来越能够体会这个风险的可能性了。目前所有重要的美国通膨指标年增率呢，已经全部落到 2.5% 以下，也代表着联准会的通膨目标呢，已经达成了。那通膨下行呢，只会到这里吗？在技术说明之前，财讯想跟所有频道的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更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帮忙影片按赞和分享，这些呢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生产者物价在经过低基期的回升之后呢，已经再一次重回下行，9月只呈现 1.76% 的年增长，进口物价呢同样结束1年以来的上行轨道，短暂在今年的7月抵达 1.65% 的年增水准后，目前呢已经再度跌落负值了。来自生产端的价格下行压力很大，但这都还没有考量到随着中东战事的缓解和沙烏地阿拉伯说要增产的情况下，以油价为首的原物料价格又出现一波下跌。那这一些呢都会进一步加大来自生产端价格的下行压力。再加上呢，目前勉强站在 2.41% 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全部仰赖严重滞后反应的房租年增率来支撑。目前数据呢还是高达 4.8%。如果我们扣除住房物价增幅的通膨年增率，9月份呢已经跌
低到只有 1.13%。换句话说呢，未来半年到1年，美国通膨指标除了要对抗来自生产端的价格下行压力，还要面临房租滞后的价格下行压力，两端互相作用，美国通膨要保二不容易。联总会呢，除了持续积极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没有任何决策者会希望在好不容易搞定通膨之后呢，又要回头来对抗通缩。从景气循环的投资角度来看，美股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反映温和通膨和经济强增长的金发少女经济形态。那最后呢，我们来看 GDP 的调整，也就是美国这一次9月 GDP 年度修订带来的影响。那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从2018年第4季到2023年的第4季这5年间呢，平均的实质 GDP 增长增幅呢，比预期多了 0.3%。那上修的主因呢，是因为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优于预期。那另外呢，从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实质 GDP 比原先预估呢明显的上升。那历史上的修订经验呢，透露了哪些重要的讯息呢？根据我们长期追踪的结果，从2008年到今年呢，一共做了17次的年度例行 GDP 数值调整，有9次呢出现了上调。那这9次上调中呢，在数据公布之后，1年内指数全部再创历史新高，没有任何的例外。除此之外呢，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2018年的第2季和第4季和2020年的第2季，剩下所有后续1年内的相邻4个季度，标普500指数呢，每季度内的高点呢都高于前一个季度。而前面3个例外的经验中呢，指数虽然在年内创高后出现回落，但指数都很快的继续涨过这个年内的高点。那如果历史经验呢可以借鉴，那么只要是 GDP 年度修正往上修订，就是来年大多头的趋势保证了。那这次美国 GDP 的向上修正幅度呢，对比过去呢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今年呢在 GDP 修正数据之后呢，似乎也可以看到美股的涨势明显的加快。展望未来，虽然目前市场行情涨幅已经很大，但千万呢不要太早认为高处不胜寒。总结我们刚刚说的4大重点：第一，过往的 GDP 大幅的上修；2，未来强劲的经济增长 higher for longer； 3，快速走低的通膨 lower for longer； 4，不断强化的宽松货币环境。4大经济基本面利多呢，会让这只股市大牛持续的攻城略地。建议投资人呢不用太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经济和非经济因子杂音，持续专注把成长行情的最后1里路走完，这才是未来半年到1年的最佳投资方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接下来还有什么利空因素会破坏美股的多头行情呢？ A. 全球越演越烈的地缘冲突升温。 B. 需求减缓 AI 泡沫提前到来。 C. 其他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